味如嚼蜡，牙蜂巢、大挂蜂巢、土蜂巢。有小伙伴建议让我用蜂蜡做熟成牛肉啊，你这是把我当验证频道了是吧？到人家谷歌那边去看完了感兴趣的熟成，然后让我这边给你们做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吧？啊，有小伙伴问了问题了，就是他看到谷歌那个视频呢，就是在这个蜂蜡没有完全包裹这块肉的情况下呢，这个肉还保存了1年，出来以后这个颜色呢还不错，还挺好看，是不是真的啊？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那咱们能够做的呢，就是做一遍，咱们试一下。那我也不说做1年了吧，咱就说是等着这个熟成的时间呢，就这个外边这个蜂蜡这个壳裂了为止。那3个月就3个月，6个月就6个月。那要真做了1年，它也没裂，那就1年。这次呢，我熟成的肉我选的是一块骨丝带骨眼肉。那接下来就很简单，蜂蜡隔水溶了以后呢，浇到这块肉上，让它形成一个壳在上边，越厚越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进去1两熟成了啊。这块肉我们浇一层蜡，放冰箱冻一次，再浇一层蜡，再冻一次，一共花了4个小时。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因为我们要确保它没有漏气的地方啊，我不希望这块肉3、4天就熟成结束了，是吧？现在我们检查过了，没有渗出血水的地方，也就是它没有漏气的地方。那这块肉应该可以保存很长时间。那希望它能够做到1年，我们看看这个1年这个肉，里边到底什么样子。那哪怕半年也好，是吧？那剩下呢，就真的交给时间了啊。不出意外，终究还是出了意外了。70天的时间，这块肉在最右下角这个地方漏了一个小洞，流了很多汁水出来，而且应该是过年期间，我在过年前专门检查过它，没有任何漏气的地方。回来以后一看，这个盘子里边血水都已经干了，那就是说它漏气的时间应该是超过了1个礼拜。那我想就没有必要再去补救它了。如果我当时就发现了它漏气，我马上用那个新的蜂蜡给它堵上，可以继续再熟成。那现在已经进气超过了7天。完全没有必要了，现在我只能拆开它。但是70天的时间也是我自己做熟成以来最长的一次尝试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块蜂蜡熟成的眼肉把它打开看看。熟成了7天的肉，我刚才拆壳的时候，我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啊，跟鲜肉没有太大的区别。非要找一个区别点呢，就是这块肉真的非常非常软。我现在拿着手的这块豆腐一样，带着那种湿式熟成的那种淡淡的那个臭臭的这个味道。啊，其实大家知道这个所谓蜂蜡熟成啊，什么黄油熟成、巧克力熟成这些东西，其实它不接触空气，它是湿式熟成。哎，那湿式熟成的话，比如我用巧克力，我用黄油啊，它多少能带一点外边这个材料的这个香味在这个肉的外边，但是蜂蜡呢本身没有味道，所以现在呢它这个臭臭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哎，同志们，不要模仿我好不好啊？之前有人问过我湿式熟成多长时间比较合适，我说不要超过21天。今天呢我把自己给打破了70天，那更不用说3个月或者6个月，甚至是1年了啊！千万不要在家尝试啊！哎，
我今天豁出去了，咱们现在呢就把它切开尝一下。如果呢还 OK， 我就给你们留一块；如果不能吃呢，我就不给你们留了啊。好了，70天蜂蜡熟成的腌肉啊，我们来尝一下味道，好不好？好，太大块了，切个小块的啊。没有任何区别。再来块腌肉梅啊，我刚才吃的腌肉心、腌肉梅，腌肉梅相当于最贴近外层了吧？熟成了70天的带骨腌肉，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准确来说呢，这块肉现在味道也不是很重了，因为湿熟成有个来了，哎，来了，那个蜂蜡的那个中药味儿就有点涩。但是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我刚才这块肉我在摁的时候，我觉得它很软啊，很软。我以为煎出来呢应该也是很软，但实际上没有，它也不是很软。相对来说，我觉得这块肉好像还有点变柴了的。他不是说这个肉它本身肌肉纤维干，它是感觉让你觉得有点柴，有点面。眼肉侧唇正常来说应该是脆脆的啊，有点油啊，这个好吧，还稍微生一点啊。侧唇呢，因为够生，这是唯一我现在吃这一块里边带着比较明显的熟成的那个味道的这么一块肉啊，就有点好像发酵味道。按说它是湿式熟成，应该没有什么发酵的味道，说实话，因为湿式熟成是无氧熟成，它不产生微菌这个微生物，没有反应。所以它应该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太明显熟成味道，但这个好像稍有那么一点啊。那咱们总结一下啊，首先说用蜂蜡把这块肉包裹起来，如果你包裹的好的话，没有漏气的前提下呢，它是可以让这块肉在一个阶段内比较长的阶段内呢维持这种鲜肉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那么咱们验证过呢是可以的啊，这个可以做到。那我相信如果我一开始就发现那个小洞的话，我把它堵上，它就可以继续放在那个冰箱里更长的时间啊，这个肉没坏，没有问题。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蜂蜡本身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风味儿，所以在包裹这块肉熟成的这个过程中呢，也没有办法让这个肉沾染上这个材料本身的这个香气，甚至可以说呢，这个还沾染了一些这个蜂蜡不太好的这个味道在里边。但是这块肉呢，现在来说是可以吃啊，这肯定是没有问题，它没坏啊。那咱们就切一块啊，直播间里找一个欧皇，你拿走，好吧？老规矩啊。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大家后边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呢？继续评论、私信或者弹幕告诉我，好吗？这期记得帮我点赞啊。好，那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